兄弟们姐妹们，这个商业部晚会大家看了没有？很多朋友说这个晚会一出来，我的快乐都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有我们喜欢吃的什么淀粉茶、梅菜扣肉都上榜了。那么针对这个事情，其实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作为我来说，我可以教你在家怎么做这个淀粉肠，怎么做这个梅菜扣肉。今天呢，还是一样的，做6道菜安排。第一道菜做什么？先做一个东北的一锅出。我们先做一个这个花卷，这里也是半斤的一个中筋面粉。什么是中筋面粉？就是它可以做一些发面，什么包子啊、馒头啊、水饺这种，它不是高筋粉哈。我们要做发面用中筋粉，半斤。我们先加入3克的这个酵母。因为这里呢，其实我们成都温度现在是10几度，加个3克就好了。如果你那里天气比较凉，你可以加个5克左右。白糖它可以增加这个面的一个密度。接下来直接放入清水，先给它和转，加点适量的油。这个油啊，你可以加食用油或者加猪油都可以。油在里面呢，可以让这个蒸出来的发面比较的光滑，不要太多，更加的有这种滋润度。好，这样呢，一定要把它揉到这种光滑的状态，我们再醒发个15分钟。其实跟我们做饺子皮是一样的，要揉到光滑状态，让它醒发一会儿，我们再来做其他剩余的步骤。好，这个时候它差不多醒过之后，我们稍微给它擀面棍给它按扁，开始做一下这个花卷，稍微给它点铺粉，撒点粉，这样的话你的面就会更容易走一些。这个一份呢，差不多你个半斤面就够了，因为你不要和的太多，因为我们锅里面其实装不下这么多面的。这个油就是普通的一个大豆油或者是一个菜籽油都行，但是你要刷那种，如果是菜籽油的话，一定要用熟的菜籽，就是烧过的这种，不要是生菜籽油。好，来点毛毛盐，稍微给它撒一下就好了。13香，有些朋友喜欢加那种花椒面，但是如果你吃不了麻的话，你就不要加花椒面，可以像我这样加这个13香粉。再撒上葱花，接着给它卷起来，轻轻的给它卷起来。好，给点粉，简单的给它搓一下，稍微给它拉长一点哈，叠过来，轻轻的一卷。简单的卷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扯完之后呢，我们一定给它喷点水，因为这个面它在发酵过程中要吸收水的，不然它表面会吹干的。接着我们就开始热烹，先放一边。第一步呢，我们把这个排骨给焯个水，冷水下锅。这时候我们放点姜葱、葱段、姜片，再来点花椒酒。好，烧开以后，我们把多的浮沫给它打掉。接下来给它捞出来，用热水再给它冲洗一下。我们稍微用个温热水给它冲洗一下。锅烧热以后呢，我们弄点油把锅润一下。好，烧热以后我们把热油倒出来，放上凉油进来。这时候就下入排骨，我们把排骨稍微给它煸炒一下。开最大的火把排骨先煸炒一下。这排骨给它煸那个表面微微有种发焦之后呢，接着来点花雕，用在锅边。接着下入姜米和蒜米，来点姜蒜米，加点黄豆酱。开小火，加黄豆酱之后就开小火，慢慢翻炒它。好，稍微翻炒一下，接着我们来点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啊，再来点生抽。这个我们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加清水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加点香料，有3片的香叶，1小段的这个桂皮，3个八角，盖上盖子，我们稍微烧个20分钟，中小火烧个20分钟。好，差不多20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接下来下入这个蔬菜的部分，下入土豆啊、玉米啊，这个我们是叫四季豆，可能有些地方叫豆角吧，还有胡萝卜，我们给它下进去。下食材进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差不多水一定要多一点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放花卷，花卷还要吸收这个水分。下食材烧开以后呢，这个时候一定要打点汁水出来赏一下味道啊，因为我们又加了蔬菜，你的盐不够的话，待会儿菜是没有味道。好，盐有点淡的时候，我们再加点蚝油。好，我们稍微再加点盐，加点白糖，盖上盖子，我们再烧个20分钟。好，差不多，我们看这个水收干以后呢，
就是开小火，因为我今天用的是排骨，排骨呢，因为它炖的时间要久一些。如果你是五花肉啊，就可以和这个素在一起放，就不用放这么长时间。排骨呢要烧到这种脱骨的状态是最好的。放的时候我们稍微给它留点缝隙，因为待会儿它会长大，长大之后呢，不要粘在一起啊。好，盖起来，最后我们再烧个10分钟，这个时候就小火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！第二个，我们做一个柠檬手撕鸡腿。新鲜鸡腿我们稍微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在锅里给点姜片、葱段、白胡椒粒，鸡腿呢直接温水下锅，差不多一份菜呢4个鸡腿就够了。我们给少许的花椒酒，烧开以后呢，我们改成中小火，让它煮个15分钟。教大家一个方式，你可以看这个鸡腿熟没熟，用个竹签轻轻给它擦一下，只要它没有冒这个血水啊，差不多就熟了。如果它是没熟的话，它会冒血水的，这就熟了。好，直接放入冰水中。冰水的目的可以让这个肉呢更加的口弹。如果你有冰水就放冰水，没有呢就放凉白开都可以。好，接着我们找一个这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把我们拌凉菜的一些小料给它激香一下，烧点油。我们先加点小米辣，来点蒜蓉，来点这个白芝麻，再来点辣椒面、葱花，先给它搅拌一下。我将这个油差不多烧到5成热，我们开始浇进来，接下来我们加点盐，一点白糖，再来几颗这个豆豉，来2勺的生抽，芝麻香油小半勺，小半勺的蚝油，这个可以增加这个菜的鲜味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先放一边，接下来我们扯一下这个鸡腿肉，好，鸡腿给它夹出来，直接用那个手给它去骨就好了。直接用手一扯就可以把这个骨头给它去干净。好，取下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用手撕哈，把它撕成一条一条的，给它扯小就好，因为它是比较大块的，我们扯小块一点，便于待会儿我们拌的时候它比较入味一些。扯完之后呢，直接我们刚刚调好的料啊，倒入鸡肉中，黄柠檬，它增加这个菜的酸味。这种酸呢，它不像那种醋酸，我们稍微给它挤点这种柠檬汁水。这个柠檬呢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籽稍微给它去掉，不然的话籽咬到嘴里是苦的哈。这时候再来点这个香菜段，来点葱段，直接用手给它抓匀，好，装盘就好了。兄弟们姐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谁是鸡腿脑袋了？今天我用这个空气炸锅教大家做个炸鸡腿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将这个鸡腿腌制一下，给点食盐，来点这个姜葱，来点白胡椒粉，好，少许的十三香，加点老抽，来点生抽，少许的花雕酒，搅拌均匀。好，后战之后我们差不多腌制个2个小时。好，2个小时到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拿出空气炸锅。好，我们把这鸡腿放入空气炸锅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到180度，时间先调个20分钟。好，10分钟到，我们给它翻面一下。接着我们再烤1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拿出来。哇，好香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它放入砧板中。这个找一个那种熟食砧板。好，接着我们用个剪刀把这个鸡肉稍微给它剪出来，给它剪开，不然它很烫的。我们稍微待会儿还加点辣椒面和这个孜然粉，所以给它剪开。你不想剪直接吃也可以哈。哇！好，接着直接把肉撕出来，好，趁热给它把肉给取干净。最后我们再放上少许的烧烤辣椒面，这个辣椒面是调过味道的。第4个呢，我们做一个肉末烧包浆豆腐。包浆豆腐呢有这种条形，也有片形。今天我们买的是这种比较小的这种粒，
这种它像粒一样一粒一粒的，给它看一下。这个豆腐买回来之后一定要洗一下，把里面的豆腥味给它洗一洗。这个豆腐洗过之后呢，我们稍微用个厨房纸巾给它吸一吸，因为待会儿我们下油锅去炸。接下来我们调个料汁儿，因为这个豆腐呢它比较的嫩，你烧的时间久了它就会烂掉，所以我们调个料汁儿，避免大家手忙脚乱。放入小半勺的盐，小半勺的白糖，2勺的生抽，半勺的蚝油，稍微来点白胡椒粉，小半勺的香油，我们稍微再加几滴老抽，最后我们再来点水淀粉。接下来给它搅拌均匀，这个料汁就调好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在锅里倒点油，这一步呢我们炸一下包浆豆腐。好的，油温差不多烧到4成之后，我们开始下入豆腐。不想有这么多油，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？通过煎的方式，找个平底锅去煎它也是可以的。好，这个豆腐有时候呢它会比较粘，建议大家炸的时候一个一个的下，炸到表面酥脆，给它倒出来。好，我们锅里给少许的油，这个是五花肉末，我们下锅。很多朋友说炒菜的时候老是这个肉末是成坨，是吧？其实你下锅的时候温度一定要低，如果你的温度比较高的话，你的肉末炒起来它就会成坨。现在可以把这个火关掉哈，我们看用小火慢慢去炒它，因为锅还有余温，大家利用锅的余温慢慢给它懒散，给它炒散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小火，温度一定不要太高，你太高下去肉末它自然就会成坨。好，把这个肉末炒到吐油的状态，好，出香之后，接下来沿着锅边放入少许的花雕或者是料酒。好，来点老抽，给这个肉末上点颜色。姜蒜米来一点，小米椒来一点。然后炒香过后，我们加了少许的清水。这个下入我们的豆腐，加了料汁儿，直接下锅。这时候拿个铲子稍微给它铲一下，因为豆腐呢比较嫩，你用勺子很容易把它弄破。给它铲均匀，我们盖上盖子，烧个2分钟。好，出锅以前我们撒上葱花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第5道这个做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梅菜扣肉。首先我们尽量选用五花肉，这五花肉呢尽量选用3层的五花肉，比较说肥瘦均匀一些。这个呢一个皮呢，我们给它做个处理，可以用锅里去炙，也可以用火枪来烧。今天我用火枪来给它烧一下，烧过来这个皮呢，它会更好吃，而且它可以去除猪肉里面汗腺味。好，烧过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刀把这个外面这个焦化层稍微刮一下。好，接着我们冷水下锅，给少许的姜片、葱蛋，把肉放进去。给点花雕，稍微给点花雕酒。好，我们中小火煮个4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接着我们把这个肉捞出来，把这个肉稍微放凉之后，我们用个牙签给它扎点孔，便于我们待会儿炸的时候，它可以把多的油脂给它排出来。好，炸过之后呢，你可以磨成糖色，没糖色你可以直接磨这个老抽。接着我们锅里倒点油，把这个肉来炸一下。这个油呢，并不是说炸一次就不能用了，还可以拿来炒菜啊，做其他的菜用。好，这个油温呢，差不多烧到6成左右就可以用了。我们这个抓子，这样你可以让离开一点，就是差不多有个1米的距离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再给它翻面一下啊，两面都给它炸一下。好，我们经过高温呢，可以把这个肉多的油脂给它炸出来，这样的话，其实这个肉会比较好吃一些。高温炸过的肉很好吃。好，差不多炸的样子，我们捞出来。兄弟姐妹们，刚刚我在炸肉的一瞬间，我觉得这个有问题啊，这个操作起来还是风险还是很大哈。如果是女孩子被烫到不得了。为了大家不吃这个炒的肉，我想个办法，明天我再买一回肉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用空气炸锅怎么来做。这个炸过的肉呢，我们先放入冰水中给它浸泡一下。好，这个梅干菜呢，我们用这个清水给它泡一泡、洗一洗，把里面杂质给它冲洗一下，顺便再把它的盐分给它降低。就这个你这样洗一下，但是别洗得太凶，洗得太凶它就没有香味了。好，我稍微洗一下，把多的水分给它挤一下，拿到锅里去给它炒香。倒点油，把锅润一下。经常有朋友在问我，这个润过锅的油是不是倒掉了？这个油你倒起来可以继续拿来炒菜循环使用的，并不是润了锅这个油就不要了。我再说一次。炒一个缸，把它倒起来，再来点干净的凉油，下点姜蒜米，开小火，把这个梅干菜给它炒香一下。这个用个铲子慢慢给它炒香，开中小火慢慢去炒它。因为我们刚刚洗过的话它会有些水分，
再次给它炒香。再给它炒到干香就好了，你不要把它炒得特别的干，搅都搅不动那种就不行啊！一定炒到这种稍微滋润度。梅干菜炒完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改一下这个肉，拿个厨房纸巾把水给它吸一吸。好，这个边角我们给它修一下，多的肉给它剔下来。接着我们给它切成片，正常的一片呢就是厚度不要切得太厚，这个就是已经算是比较厚的了，差不多就正常的标准就这种。这个肉的长度啊，其实主要是看你的碗用的什么碗，像我这个土碗呢，它就刚合适。如果你的碗比较小，你就可以把它切短一点点啊，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去做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调个汁儿，这里的盐就少放一点点，来点白糖，这个是自己做的一个花生酱，我们加点花生酱。这是小半块的蓝乳，来点生抽，加点蚝油、芝麻香油，再来点现拧的白胡椒粉。几滴的老抽，来点花雕酒、海鲜酱，再加一勺柱侯酱，一点点的生粉，接着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里也是2份的酱，因为我2份的肉我全部给它拌在一起了，一定要把这些糖啊、酱料给它充分融合在一起。好，完全融化以后呢，接下来我们下入这个肉，给它揉转，要搅拌均匀。好，拌匀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装盘。接下来我们找个碗，给它抹上点猪油。你没有猪油就会放普通的油就好了，主要是防止它粘连。把这个肉呢摆入碗中，差不多1份了，我们就放个10片就够了。如果你的碗小了，可以放个12片。这个肉切的大，我们放10片就够了。梅干菜铺在上面就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这些边角的比较小的肉啊，稍微给它垫点在里面。好，我们垫点在里面，再放上梅干菜。接着我给它封上保鲜膜。就如果你的蒸箱或者蒸锅它是不滴水的这种，就可以不用蒙，直接蒸就好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把这扣子放入锅中。如果你的蒸锅不滴水的话，直接把保鲜膜去掉。我们蒸呢，差不多蒸个2个半到3个小时。好，时间到，给它拿出来。好了，兄弟们姐妹们，今天是第2天了，因为昨天我给大家说过，我在炸这个扣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危险。今天给它临时增加一个怎么做呢？用空气炸锅来做。我特意买了一块肉，这个肉呢是金五花49.7块啊，我们给它切开。为什么要切呢？因为空气炸锅它会比较小，像这么大一块肉它就是烤不了。切开之后啊，一样的，我们给它抹上那个老抽。这个呢，你可以放糖色，也可以放老抽。其实老抽它会比较方便一些。一样的，我们给它扎点孔，边缘烤的时候它更好的出油。这个肉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给它扎点那种小孔，用牙签。好，我们给它抹点这个老抽，不光皮，这个肉也是给它抹上，不然的话你待会儿的颜色不一致，肉它炸出来它也是黑的，然后皮也是稍微有点黄黄的颜色，就比较好看一些。好，抹了这个老抽之后呢，接下来把这个肉放入空气炸锅中，调到200度，烤个20分钟。我们10分钟的时候稍微给它翻面一下。好，10分钟时间到，我们稍微给它检查一下，一定要看一下里面的情况。我们稍微给它调个头，有时候它的火是不均匀的，翻过你看正面就黑了，调个方向。我们再烤10分钟。好，20分钟时间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肉。哦哟，你看那个起了个泡泡了啊！这个呢就是空气炸锅烤出来的肉，它看起来呢，其实也把多的油脂给逼出来了，而且它比较的安全，我觉得还行。最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淀粉肠。今天我们用鸡肉来做。这个淀粉肠你可以用什么牛肉啊、猪肉啊、鸡肉都行，但我们今天用鸡肉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将这个鸡胸肉给它修一下，再给它切开，这里面的筋我们稍微给它片一下，剔下来。剔了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改成这种块儿。这个呢其实不贵，我这里是2斤的一个鸡胸肉，在市场上买就是30块钱左右。你买的这种冻的呀，它会更加便宜一点。今天我买的是一个鲜的，这种剔下的筋膜你不要给它丢掉，就可以什么炒菜啊或者炖汤把它用起来就好了。好，鸡肉切成块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料理机给它打溶。打的时候我们稍微加点姜葱水，不要去干打，干打它打不了那么的细腻，最好是加姜葱水，第一它可以去腥。好，我们边打的时候就边给它加水，因为太干了它阻力会比较大，而且呢搅不到那么细腻。好，
好，差不多达到这种细腻的状态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非常的细腻了。如果你牛肉做呢，你最好是用牛里脊啊这些比较嫩的部位来做，不要用牛腩这些来做啊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下这个淀粉糊啊，这里也是一个红薯淀粉300克，我们先加入250克的冰水。为什么加冰水？待会儿它加到肉里面可以降低这个肉的温度，因为我们搅的时候，其实肉在高温，它在旋转的时候会增加热量，你肉容易坏。啊，不够，再加多少？看一下哈，再加个50克，总共是300克的冰水，配300克的淀粉。一定把这个淀粉充分给它融化，因为它有颗粒是不行的，一定给它搅转。好，调到这种丝绸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道。好，这里也是2斤的肉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有淀粉的话，差不多要加个12克的盐。这个盐就建议大家调淡一点，因为待会儿我们烤熟了之后呢，有些朋友喜欢放点什么那种辣椒面，有些它辣椒面是这种烧烤辣椒面，自身就带盐味，你可以去再加一点。10克的糖，15克的生抽，香油再来个15克。这个是黑胡椒粉，我就随便抽点放在这里边了。因为黑胡椒可以加白胡椒，因为这个肠呢，大家更多吃的是用烤啊，拿来煎啊。黑胡椒呢，它烹饪时间比较短，它可以更香一些。花椒来个15克。好，接下来给它搅拌均匀。喜欢吃五香味的朋友可以加点什么五香粉啊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加13香都可以，根据你的需要可以调一点在里面。和转之后，接下来把这个芡粉直接倒入这个肉里边。好，和转之后我们稍微给它冻一下，我们再来灌它，给它封上保鲜膜。冷藏个半个小时，趁这个时间我们把那个肠衣洗一下。我今天做的这个鸡肉淀粉肠呢，我选用这个肠衣，这个肠衣表面有盐分，这个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。有些呢，它肠衣是什么？是这种塑料的啊，我今天用的是这种天然的肠衣，把它表面的这个盐分给它洗一洗。这个肠衣也可以拿来做什么香肠啊，都是用的这个肠衣。接下来拿出一个灌肠器，这种呢就可以来灌香肠，还有一种是那种塑料的都可以啊，就是它可以推的那种桶。我今天买的是这个。稍微给它固定一下下面，这个呢，它根据你的肠的大小，可以选这种粗点你就选粗点的桶，细点就选这种细的。这个差不多鸡肉肠的这个桶就合适了。接着我们把这个肠衣直接套在这个桶上面。好，差不多最后留点结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给它打个死结，这样的话不要让肉露出来了。兄弟，我没试过啊，他们说那种塑料的还行，我看一下这个行不行哈？能不能搅进去哈？有没有压力哈？好，这个肉呢赶紧冻起来，明天重新买一个可以，就像打气筒那个推的来推。这个呢，因为它是绒的，搅不到前面去啊。看，这个只能适合做香肠，做这种打绒的还不行。这个鸡肉蓉加这个淀粉，一定要把它搅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需要2个东西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打气筒，就是把鸡肉蓉灌进去，从打气筒给它打出来。这个呢是一个可食用高温的一个肠衣，把这个肠衣灌到这个打气筒里。这个桶和这个食用的肠衣在网上其实有卖的，都可以买得到的。接住这个地方一定要捏住，不然捏住它很容易露出来了，一定给它捏住，轻轻的一推。打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灌第2枪。拉直。好，打完锅呢，这个地方呢稍微给它逮住，这个地方一定不要松手，找个绳子先把这个地方给它稍微揪一下，给它拴起来。这个就像平时我们在家里面过年做香肠一样的道理，拴一下，长一点就打长一点，剪向短一点就短一点，剩下也是一样的，按这个方法去拴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是最后一段的结，我们给它打上。这个呢，开始不要给它拴死，拴死的话，你的肠里面会非常大的压力。拴一节一节一节的拴，大概有这么多。
这个我是花了2斤的鸡胸肉来做的淀粉肠。锅中加入清水，这个清水一定要没过这个肠。水开以后，咱们改成这种小火煮个半个小时。好，时间到，给它捞出来。我们稍微给它冷却一下之后呢，接下来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好剥啊。现在还是热的哈，稍微有点热，还有点烫。我掰一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鸡肉肠你急用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泡冰水；如果你不急用呢，就放在常温让它自然冷却就好了。接着我们给它改一下刀，这个呢因为是刚煮好，其实它还是有点软，有点粘手，它动一下会好很多。我们稍微给它改个花刀就行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就是改成这种，稍微给它划2刀就好。好，差不多有个2成油温左右，我们下入这个淀粉肠，开小火慢慢去煎炸它。好，我们炸的时候稍微给它翻匀一下。出锅以前呢，可以把这火稍微开起来，开大一点点。好，接着可以出锅了，全部给它捞出来。好，这个炸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找个烧烤签给它穿上。这个是不是像街边卖的这个串儿一样？你别学的技术去摆摊儿啊，这个摆摊儿你可能会亏本啊。这个是基本上鸡肉比较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点这个烧烤辣椒面、孜然粉。我这个烧烤辣椒面它是调了味道的，如果这个你的烧烤辣椒面没有味道的话，你做这个肠的时候把肠的底味就要加重一点点。熟的芝麻搅拌一下，开始去裹它。好，揉完之后，最后我们撒点葱花。好，兄弟们姐妹们，最后这个肠呢，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哈。入口之后呢，首先这淀粉肠表面它是酥脆的，因为通过油去炸的话，味道呢就是个熟悉的味道，就好像你在学校里边，我相信大家都吃过，就是淀粉肠的味道。外面是一种海椒面，就是它这种烧烤辣椒面的味道，但是里面呢有什么区别呢？吃起来它的淀粉更少一些，而且它的肉更多一些。这个呢，如果你家里面小朋友想吃的话，你可以在家里面费点时间给他做，你可以做什么鸡肉啊、牛肉啊，这些都可以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6个菜的做法，就希望大家有空啊，在家里面可以做做菜，动动手，最起码你知道你做的是什么菜，吃起来就比较健康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雕的偶像。